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日前吹嘘说，美国与其他37个国家联手，成功将对俄罗斯的出口降了下来，可作为未来制定针对中国威胁的新机制的蓝图。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称，不知道美方这位官员所谓的成功是从何谈起，美方做法不会取得成功，只会反噬自身，冲击世界和平与安全，这值得美方深思。世人看到是，当前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峻的通货膨胀，美国国内不断高企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令美国民众苦不堪言。美国消费者的情绪已经降至1952年以来的最低点。有关的民调显示，8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汪文斌表示，美方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断拱火地道激化矛盾，挥舞制裁大棒，大搞经济胁迫，不仅破坏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违反了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更导致了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化和扩大化。当前世界股市、汇市、原油、天然气、粮食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持续反复震荡，令各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深受其害。事实一再表明，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阵营对抗，不会取得成功，只会反噬自身，冲击世界和平与安全，这值得美方深思。负责工业与安全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周二在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还夸耀说，美国在实体清单中增加了近600个中国实体，其中大约107个是拜登政府新增的。而他上个月在一次美国智库活动中还妄称，中国在科技领域正变得更加激进、好战和活跃，所以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来管理对华关系显得愈发重要。他甚至还扬言，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中国超过美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埃斯特维兹与美防务系统关系深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埃斯特维兹曾担任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的国防部首席副部长。此前，他曾历任五角大楼其他职位，负责监督后勤以及管理国防部庞大供应链。他还曾代表五角大楼在跨部门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参加审议。该委员会负责审查拟议的外国收购案是否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美方目前正在表态呢，它实际上出于这样2方面考虑，一方面借助呢将中俄化作一个假想的敌对阵营来强化自己的同盟，另一方面呢，美方呢确实呢也在尝试看看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一套能否呢用在中国身上。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以各种借口制裁中企。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商务部扩大对流向海外的美国敏感技术的管制。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也积极采用实体清单的模式，限制美国供应商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出口。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则更加热衷于打压中企。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尽管美国官员多次声称没有发现中国企业绕过美国制裁支持俄罗斯的迹象，但拜登政府仍在6月28号以支持俄军方为由，将5家中企列入黑名单。美国《纽约时报》本月5号就披露，美国政府正在从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中吸取教训，试图利用这些经验扩大对中国和部分国家的出口限制，以防止相关公司或机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员们装模作样地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削弱中国的整体经济，而是限制中国获得有助于军事和科技进步的技术。这份言拟中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被美国官员自夸为有了更多新意。首先，美国强调新的措施将是一个升级扩大版本，包括放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的适用范围，同时争取更多盟友和伙伴参与进来。还要重新定义哪些技术将被视为敏感或关键，以及可能被军队和安全机构使用。量子计算、尖端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都可能被纳入管制。实际上，美国以各种莫须有名义围追堵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其深层次恐惧就是害怕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落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在半导体行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很快就会在2个重要领域赶上美国：半导体制造和芯片设计。报告还显示，未来10年即使不会超过美国，中国在包括人工智能、5G、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将逼近美国。
美国想要把制裁俄罗斯的经验复制到中国身上也障碍重重。对于美国政府此次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的想法，美国商界警告说，对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实施贸易限制，将带来比制裁俄罗斯更大的风险。纽约时报援引美国企业高管的观点称，广泛的出口管制可能严重破坏全球贸易，还会迫使中国对出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产品施加限制。严格的管制同样可能鼓励外国客户寻找其他供应来源。从长远来看，这只会削弱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和市场主导地位。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方面呢，中国呢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呢，中国呢也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进口来源。因此，我们简单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出中国对于世界经济体系、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度啊，远不是俄罗斯可以相提并论的。因此呢，美国目前呢，如果想将在经济金融领域对俄罗斯进行打压的这一套用在中国身上，实际上呢是很难发挥同等的效果。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乔泽帕也警告说，美方计划有些异想天开，与中国有着深厚经贸联系的众多国家将会拒绝对华施加大范围的出口管制。因此，你不会看到在对俄制裁上的那种一致程度，反而可能导致美国的联盟走向分裂。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美国官员强调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要更具针对性，说白了就是要追求对中国进行精确打击。华盛顿政策精英之所以总是感觉对中国下手还不够重，总想要进一步加码，这其实恰恰说明之前的那些措施没有见效，是华盛顿走错了方向。我们还要提醒，对华进行所谓精确打击，美国绝不可能全身而退。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早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未来还能有什么空间？华盛顿大可以发挥他的想象力。问题是，美国的政治信誉在频繁的霸凌行为后已折损殆尽，同时制裁本身也给美国造成了越来越深度的反噬。中国呢，作为全球供应链、价值链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呢是不可缺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讲，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呢尽管极力的动员广大的盟友和美国呢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遏制，进行所谓的竞争，但实际上美国想把对俄罗斯的那一套用在中国身上，从目前来看，这种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表示，将对俄出口禁令用于中国，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埃斯特维兹是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之前呢在国防部任职，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将自己的政绩是表了一把。在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和盟友对俄罗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尤其是高科技的出口。美国对俄出口下降了88%，其他的国家也到了60%以上。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盟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对俄罗斯的出口限制。这种制裁和限制对俄罗斯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呢？还是不容忽视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的表态也印证了美国对俄经济战的影响是不小的。俄罗斯被完全剥夺了从国外获得高科技产品的机会。普京承认这是对俄罗斯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也表示打破这一困境，重新跟世界建立起联系。因俄乌冲突呢，美国吹响了对俄全面经济、金融、技术制裁的号角，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对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隔绝。俄罗斯从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供应链中被踢出去。需要考虑到一点，就是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步调一致的对俄制裁呢？主要还是在欧洲地区出现了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换句话说，对俄罗斯的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是一场安全危机的副产品，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就是说，将金融和技术制裁作为战略工具的时候，美国才能够集结盟国，而不是相反。当然，埃斯特维兹的表态也算是图穷匕现了。对俄严厉的经济技术制裁，不只是为了应对眼前的事态，而是形成一种机制，最终呢变成美国的战略工具。9·11之后，美国逐渐将金融制裁战略工具化，而这次俄乌冲突则将供应链战略工具化。对华战略技术竞争，其实美国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美国的所谓的实体清单呢是越来越长，其实不是什么精准了，而是泛安全化，动辄就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制裁。
拜登政府其实想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乱拳出击的打法，要搞小院高墙的精准脱钩。但是2年过去了，院子没有小，墙越来越高。高技术产业具有安全的属性和商业的属性，美国在泛安全化的道路上走得已经够远了，严重的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美国自己也受损。现在是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财政部、商务部释放出的信息是要豁免对华加征的关税，但是还有一些人是抱着政治正确，不愿去面对现实。美国对俄罗斯的那一套战略工具用在中国身上，至少存在2大问题。第一，不管美国怎么炒作中国威胁，中国跟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都不是对手或者敌手，没有发生地缘政治危机和冲突，以至于西方世界团结起来对付中国。其实如果没有俄乌冲突，西方也不可能如此步调一致的去制裁俄罗斯。第二，中国的体量以及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的程度与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中国不仅深度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美国高官不断拿台湾来类比乌克兰，其真实的意图就是在东亚复制一场俄乌冲突，然后拿这一套对俄技术和经济制裁的战略工具来对付中国。埃斯特维兹的表态也算是点破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值得台海两岸以及东亚各国去关注和琢磨。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